阴暗的乱葬岗没有一丝光亮，魏无羡仰头望天，捂着早已不再跳动的心口。还好，现在他不是一个人，还有个傻子，一直心悦他却不曾告诉他。魂体呀，那身体便是在千年之后了。魏无羡低喃道，想到蓝湛说的舍不得，如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蓝湛早就知道他会回到千年前了，应该是现在的他告诉现在的蓝湛的吧。梳理好所有已知的东西后，魏无羡毫不迟疑地朝乱葬岗外走去，他要去找他的心上人蓝忘机。现在的蓝湛定十分痛苦，他要早早地见到他。云深不知处，竟是窗外的玉兰开得正好，可惜平日欣赏的主人此刻正卧床不起，本就没怎么养好的界边伤，经过其主人强行去乱葬岗后，伤口撕裂得更深了。蓝忘机紧闭双目，似是疲倦地昏睡了过去。哪怕如此，他的眉头也是紧紧皱在一起的，梦中也不得安宁。自乱葬岗而来的魏无羡一踏入净室，便瞧见了心上人这副模样，心紧紧地揪在了一起，心疼、怜惜、亏欠、爱慕种种情绪占据了他整个心房，眼中除了床榻上闭目的小仙君，再也容不下了其他。缓步上前，魏无羡伸手抚向了小仙君紧皱的眉头，似是想要抚平这紧锁的眉心。傻子，我也是，若早早知晓你的心意，我又怎会舍得就此失去生的欲望，任凭万鬼反噬呢？自一开始，蓝忘机于魏无羡而言就是不一样的，不然为何在修了鬼道后这般看重对方的看法呢？又怎么明明认为对方不喜自己，偏生要有空就撩拨人家呢？魏无羡就这样一直看着蓝忘机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床榻上的伤患缓缓睁开了眼眸。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眸啊！空洞、麻木，溢满了悲痛，仿佛也就此随风而去了。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蓝忘机猛地一回头，瞧见床榻边的人后，也顾不得背上再次撕扯开来的伤口了，挣扎着就要起来。魏无羡见此，伸手就要把人按回去，却扑了个空，不由得苦笑一声。是了，现在的他是魂体，虽不知为何旁人看不见他，偏偏蓝湛就能看见他。但是这会他无比清晰地明白了，自己现在已经死了。蓝湛，躺好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蓝忘机垂眸，乖乖躺了回去。他觉得自己尚在梦中，可是这是这些天来魏婴第一次入自己的梦中啊，他如何舍得拒绝什么呢？蓝湛，我于千年后而来，我知道你或许暂时不能接受，但事实就是，好像我在乱葬岗，后来魂魄去了趟未来，在那我见到了你。说到这，魏无羡展颜一笑，看着难得表情有所变化的蓝二公子，调皮地眨了眨眼。听说蓝二公子心悦我？尚未等小仙君回答，魏无羡又把手虚虚地抚向小仙君苍白的脸颊，轻声道：好巧，我对蓝二公子也有非分之想。魏无羡接连解释几次后，蓝忘机才彻底安定下来，但那只是表象，心底却一片惊疑。从魏婴口中的事，他很容易就能猜想到，现在的魏婴回是回来了，可魏婴话里的他可是困守墓中千载，他的魏婴想必在这个年代还是消失了吧？而且未来的自己想必已然知道一切。思及此，蓝忘机最近从来没有像今日那般强烈的希望自己的伤快些好起来，他想在这不知多长的时间内保护好他的魏婴。也不是他不愿留下魏婴，而是魏婴为何回去，他尚未知晓，魏婴也并不知晓，这如何留？加之这个世道，还不若魏婴好好地，每日皆欢颜地生活在未来。他不能那么自私。蓝湛，好像我能触碰到你了。就在此时，魏无羡惊喜的声音响起，而回过神来的蓝忘机也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手上的触感，虽然冰冷一片，可是是实的。可有感到不适？蓝忘机第一反应并非惊喜，而是担忧，魂体怎会突然被人触碰到呢？闻所未闻之事，他怎能不担忧？尚未察觉，就好似我来你身边后便渐渐有了凝实的感觉，先前那些弟子还瞧不见我，你一睁眼却能看到我，难道与我到你身边的时间有关？魏无羡摸了摸下巴，猜测道，当然，这其中缘由，莫不是让他来到现在世间的墨额做的好事。那墨额上的血迹是蓝湛的，不过终究是猜测罢了，毕竟除此之外，
他想不到旁的缘由。不管如何，一旦有所不适，一定要与我说道。蓝忘机轻轻握住魏无羡的手，无意识地捏了捏，反应过来后，不自在地微微撇开目光，耳根也变得嫣红。对于现在时刻留意着小仙君的魏小羡来说，小仙君的这点变化自然也瞒不过他。他好奇地凑上前去，仔细瞧了瞧小仙君的神色，又伸手轻轻捏了捏那泛红的软肉，松手，那处更红了。可小仙君很是乖巧，就任由他拿捏。啊，对，原来小仙君现在动不了呀。魏小羡眼睛一亮，看着一脸淡定的小仙君，恶趣味上头。小仙君受伤了，听说亲一下就没那么疼了。越想越理直气壮。啊，对对对，这都是为了小仙君好，才不是想看小仙君害羞，才不是美色上头想轻薄于小仙君。